大家好，这里是赵师说花。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宝塔绣球啊，也叫圆锥绣球。我们收到这个宝塔球的时候，我们要先看一下啊，这只呢就相对比较开的啊，但是这只呢就感觉比较生的啊。如果说我们收到以后啊，这个宝塔球完全都开了，全是这种白色的，完全都开了，而且呢，它已开始有种掉花的现象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找这个商家进行售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啊，尤其这个塑料包装里边的叶子啊，就是很容易出现这个粘尾啊、腐烂啊这种现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找这个商家进行这个售后啊。这个宝塔绣球我们收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感到这个茎秆是比较硬的啊，就是它能支撑起这个花头，这种情况下，花瓣没有粘软，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可以说明它是不脱水，或者只是一个轻微脱水。咱们正常插皮就没问题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茎秆已经有点软了，而且这个花比较这种粘软的这种现象，就有可能是脱水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下这个醒花的处理。醒花处理其实也很简单啊。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不拆开这个包装啊，让它保证有一个支撑，让这个花是直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啊，绣球类的花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用一个纸巾盖在这个绣球的花头上，完了用水喷湿，雾状的喷湿啊，就不要那种水淋的，喷湿以后包裹这花头，然后再剪根深泡水。这种情况呢，可以增加这个空气的湿度，让这个绣球尽快恢复这个活力啊。所以说，这个盖上这个一个湿的纸巾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在醒花的时候，或者说在花材轻微脱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情况来处理啊。一般剪根以后，深泡水大概3个小时左右吧，就能恢复这个活力了啊。这个宝塔绣球呢，或者说圆锥绣球啊，它是一个木本的花材，它的杆是木头啊，木本的。木本花的缺点就是吸水能力比较差，就是没有草本的吸水那么好。另外一个呢，这个宝塔绣球的这个花上花瓣非常多，所以说这个宝塔绣球的水分挥发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就可能会造成水分挥发的速度大于这个花材吸水的速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花就会脱水。所以说这个是宝塔绣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宝塔绣球啊，花苞的时候啊是浅绿色啊，开了以后就是白色，所以说它有一个颜色的这个变化啊，大家应该理解这个颜色变化，在插花的时候可能根据大家需要的这个情况来使用啊。如果我们给这个宝塔绣球的一个关键字呢，我觉得就是吸水，怎么能让它更好的吸水，更多的吸水，我觉得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的水分挥发速度是比较快的啊，减少水分挥发，促进花材吸水，是养好这个宝塔绣球的一个关键点啊。咱们在处理这个花材以前啊，先把这个水准备好啊。首先呢，花皮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建议啊，用桶装水加保鲜剂，最好再加一些 HVB， 因为 HVB 对木本花材的吸水是非常有好处的。桶装水加保鲜剂加 HVB 来养这个绣球这个花。因为这个绣球是个木本花材啊，所以说叶面高度高一点也没关系啊，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用高水位来养这个宝塔绣球。一般叶面高在15到20厘米左右都是没问题的，叶面高一点，这会促进它的吸水能力啊。然后咱们处理一下这个花材啊，绣球类的花都是这样啊，我们把大部分的叶片去掉啊，最多留个1片2片，其实不留也不是不行啊。如果这个叶子有锈斑的话，一定要去掉，你看留个2片叶子就可以了，叶子不能留的太多啊。咱们在插皮以前呢，一定要把这个茎秆啊用清水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啊。咱们这个茎秆冲洗干净以后呢，每枝花啊，木板花材为了促进吸水，所以咱们要十字切口啊。这个花材咱们要切十字口，横一刀，竖一刀啊。切十字口的目的是为了增大这个吸水面积，便于这个花材吸水啊。咱们切完十字口以后啊，马上放到这花皮里。如果咱们这个枝条比较细，咱们切十字口比较费劲的话，那切斜口也可以，但是尽量切十字口啊，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这个花材的吸水啊。然后呢，跟很多花一样啊，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花啊，一瓶啊不要插太多，要保持这个
空气的流动，这样的话对花期是有好处的。另外就是瓶口以上的高度不要超过这个瓶高，因为宝彩球的花基本上是在花头上，如果你太高的话，它可能会对吸水造成困难。基本上呢，这个瓶口以上的高度大概在瓶高的2/3左右，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合适啊。在后期养护上呢，这个宝彩球啊，我们只要这个水很清澈不浑浊，这个茎秆没有泡烂的这种前提下，我们就没有必要剪根换水啊，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因为这个宝彩球大家知道它的水分挥发速度比较快，我们要让它补水的话啊，可以用这个喷火啊，以雾状的把这个花头上稍微喷一点水，雾状的，目的是加强这个附近的这个空气湿度，让这个花瓣的水分挥发不要太快，但是呢，不要造成这花瓣上的积水。如果说这花瓣里边造成积水了，它很可能就会腐烂，然后变质，所以对花期反而会有影响。所以说，雾状的以增加环境湿度为目的的这种喷水，稍微喷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大面积喷水啊。最后呢，就是避免这个阳光直晒，避免放在这个冷热源的这个出风口位置，就不要放在风口的位置。然后呢，放在相对来讲啊，阴凉的、通风的、环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都是为了减少这个花材水分的挥发。所以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博大秀球的花期基本上在1周左右吧，只要温度不是特别高啊，一般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在花材搭配上呢，这个宝塔绣球啊属于块状花材，而且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一般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啊会把这个宝塔绣球作为主花材或者主基调或者说焦点花材来使用。然后呢，这个宝塔绣球呢，它在没开的时候啊是浅绿色，开了以后是白色，等于是很浅的绿和白，它的颜色上是一种小清新的这种风格类型。一般情况下啊，我们搭配一些浅色系的花，比如说浅黄、浅粉、浅紫，搭配一些这种花材，做这种小清新类型的这个风格搭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那这个宝塔绣球呢，就简单跟大家聊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宝塔绣球养好。其实这是一种小清新类型非常明显的花啊，插花这种浅色的花是非常漂亮的。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松茸草啊。我们收到这个松茸草以后呢，有这么几个地方啊需要检查一下。第一个呢，就像大多数花材一样啊，头冲下抖一抖，看见有没有脱落的东西比较多。如果细花掉东西，这肯定是不行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松茸草啊，看一下这个花的边缘啊，就是最外圈这个边缘。如果这个边缘呢出现这种粘尾、脱水，然后呢腐烂的这种现象，说明这个花呢就是基本上已经不行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扎花里啊，这个花瓣的边缘如果大面积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啊。另外呢，还要看一下这个叶子啊，这个花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叶子的部分啊。这个叶子部分呢果比较紧，如果放的时间长的话啊，这个叶子会腐烂，这个发黄啊，全部的黄了，黄的面积很大，然后有腐烂的现象。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要找那个商家进行售后的啊。很多人都说喜欢花啊，其实这个松茸草呢，我们收到以后啊，你看像这种情况，它这个花的茎秆啊可以支撑住花头，这种情况下说明它并脱水，或者说是轻微脱水。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必要做洗花处理的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花头粘尾的比较严重，然后呢，花的茎秆有点这种弯曲的现象，就是比较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醒花处理。在醒花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注意啊。第一个可以拆开包装，或者是我们把它收起，让这个花头是保持正直的。如果不行的话，就拿一张硬纸，头中下，硬纸裹一下，保持这个花头是正直的。这种情况下以后，捡根深泡水，一般2-3个小时就可以恢复的啊。就只要等这个花恢复了正常状态，就是说这个能支撑起这个花头的情况下，我们就赶紧打开，我们直接擦皮就可以，不要泡时间太长。另外呢，咱们从网上买的这个松茸草啊，一般有2种包装，这是一种啊，就是它是整支的，就是一支上有很多的这种；还有一种是单支的，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啊，没有什么侧枝，
大家可以看到啊，松茸草呢，它是一个主枝上侧面长很多这种侧枝。如果是这种呢，它就是把这个一个一个的侧枝掰下来单做的一扎，但这个呢是一个原来的整枝的，所以说这两种是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啊。这种单枝的直接插就可以啊，但是这种侧枝比较多的可能要重新处理一下啊，比如小花苞剪掉之类的。另外呢，这个松茸草的颜色非常多啊，有深有浅，比如说浅粉色、浅紫色、白色这些，也有颜色很深的啊，就这种深红色等等这种不同的颜色呢，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搭配不同的花材，所以说它这个颜色是非常多样化的。如果我们给这个松茸草一个关键词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杀菌吧，因为它是一个草本的花材，茎秆呢是比较容易刨烂的，所以咱们要做好这个杀菌的工作啊。咱们在整理这个花材以前啊，先把这个水处理好啊。这花瓶呢，咱们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干净啊。建议用一些84消毒液或者是二氧化氯这种杀菌剂，彻底的清洗这花瓶。然后用什么水养呢？我们建议用桶装水加保鲜剂，这样的话呢，又能杀菌，又能提供这个养分啊。另外呢，因为这个松茸草是个草本花材啊，所以说咱们叶面高度不要太高，10厘米以下就没问题。当然是在它吸饱水的前提下啊。好，那咱们现在把这个花整理一下啊。前面说过啊，就是单枝的花直接插就可以啊。像这种侧枝比较多的啊，我们要处理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要跟花瓶比一下啊，就是瓶口以下的部分，咱们要给它剪掉啊。不管是叶子还是侧枝，都可以剪掉。这个剪掉的侧枝啊，咱们可以专门用一个小瓶啊，专门装在一个小瓶里，它也是可以开放的，但是可能颜色可能会偏浅一点啊。我们先把这个大一点的叶子和这个瓶口以下的侧枝咱们也给它剪掉啊。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花苞大小呢是不一样的啊。看这种花苞是比较大的，它开放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但是这种呢是特别小的，这种花苞开放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对于所有的多头花来说啊，就是无效花苞我们最好给它剪掉，就不要留下这个无效花苞。这样的话呢，它养分可以直接供给这个有效花苞和那种已经开放的花，这样呢才能开得更好啊。像这种大的叶子啊，给它去掉，但是不要全部去掉，上面这个小叶子可以适当的留一下，但是大朵的叶子要去掉。像这种一张有3个花苞的，咱们适当的留个1、2个，不要全部留啊，这样的话可能养分的供给就不会特别充分。我们剪掉一个，比如说离这个头比较近的，咱们剪掉一个。像这种啊，一个侧枝上会长2个花头的啊，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大的花头留下，这种小的花头我们给它剪掉了。这种一枝上2个花头的，我们把这个小的剪掉，因为肯定开不了，但是会抢这个大头的养分啊，所以咱们留这个大的就好啊。这叫做有效花苞。好，我把这个花呢都处理完了啊，瓶口以下的侧枝基本都剪掉了，完了大的叶子呢基本去掉了，稍微留2个叶子。然后呢，咱们在插瓶以前啊，一定要把这个茎秆啊用清水一定要冲洗干净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啊。这个茎秆冲洗完以后啊，咱们在插瓶的时候要记住，每一枝花啊45度斜点根以后，马上放到这个瓶里啊，不要在这空气里放着，剪完以后马上放。另外呢，咱们在插花的时候啊，要记住啊，就是说一个瓶里呢，咱们插的花呢不能插得过高啊。第一次插的时候可以稍微高一点，为后边换水剪根留下一个空间。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啊，咱们这个瓶口以上的高度最好不要高于这个瓶高。我觉得啊，观赏效果比较好的话，我觉得在瓶高的2/3左右应该会比较合适啊。就是瓶口以上的高度大概是瓶高的2/3左右，欣赏效果也会比较好，而且呢，它吸水能力会强一点，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吸水的困难。最后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瓶里啊，这个花呢不能插太多啊，花和花之间要留下一些空间，这样的话呢，便于空气流动，对延长花期也是很有好处的。这个松茸草呢是一种挺好养的花啊，在后期维护的时候呢，咱们要注意，只要这个水非常清澈不浑浊，然后呢茎秆没有泡烂的这个迹象，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
当然了，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水开始浑浊了，甚至有异味了，然后这个花的根部已经有泡烂的迹象，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新拿出来啊，把花皮清洗干净，就跟第一次一样啊，然后重新兑保鲜剂，每一枝花要用清水冲洗，把根部的这个滑腻感一定要冲洗干净，然后重新剪根，把腐烂的部分全部剪掉，直到露出新芽为止，然后再插到花瓶里。这样的话呢，又能保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在松茸草这个后期维护上，还有一点大家可以注意啊，如果是单枝的松茸草咱们不说啊，像这种多枝的花啊，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枝上比如有3朵，先开的花会先败，后来的花会慢慢开。如果我们发现先开的花败了，或者它已经蔫了，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可以把这枝剪掉，留2枝花苞慢慢开。这样的话呢，整体效果会比较好，否则的话老有一枝不好的花在里边，观赏效果也会比较差一点啊。最后呢，就是这个和蕨啊、多数的花都是一样的啊，咱们要避免阳光直射，远离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相对来讲啊，环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花期。这个松茸的花期还是挺长的啊，如果养好的话，我觉得1周以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最后呢，我说说这个我对松茸草这种花材的应用上的一些个人看法啊。这个松茸草呢，我觉得大家看一下，它的线条很好，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可以作为线条类的花材来用。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松茸草呢，有一些田园和乡村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可以作为一种自然风格的花材里应用起来，我觉得会比较好。如果我们用块状的花来插花的话，加几枝这个松茸草呢，会带来一些这个活力吧。而且呢，这个松茸草的颜色很多啊，有深有浅，所以呢，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这种花材搭配，是一种很好用的花材啊。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松茸草养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翠珠啊。我们收到这个翠珠的时候呢，首先啊，花头冲下走一走，看看有没有大面积的掉渣现象。如果稀里哗啦的掉很多东西，这种情况是不行的啊。另外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花啊，这个花朵是比较细碎的啊。如果说这个花朵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粘连、腐败、枯萎、蔫萎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原谅的。另外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叶子的部分，尤其是包装果子这部分的叶子啊，如果出现大面积的黄叶或者说腐烂这种现象，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出现了这3种情况，我们要找这个商家拍照售后啊。你找的这个渣子要跟渣子跟花要一起拍啊。这个翠珠呢，我们收到以后啊，如果说它是比较直挺的，没有这种下垂的迹象，就是它不脱水或者轻微脱水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的。如果我们收到以后发现这个茎秆已蔫软弯曲的这种现象，花瓣无力啊，就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一点处理。处理的方式很简单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不拆开这个包装，或者是拆开包装以后，用硬纸把这个花头包裹住，让花头是保持正直的。因为如果有的时候脱水比较严重的话，这个花头已经下垂这种情况下，这个包装是裹不住的，我们要用硬纸倒着，用硬纸裹一下，这样的花头正直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剪一下根，深泡水，我觉得大概2-3小时吧就可以恢复。这个花呢，不要泡的时间太长，我们看到它恢复活力了，就马上拿出来正常平插就可以，否则的话会影响这个花期啊，它会加速开放。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翠珠呢是一枝多头，就是它一枝上有很多的花，它是依次开放的，所以说这个花开的有先有后啊。另外呢，这个翠珠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到平插的后期，它会比较严重的掉渣，这是一个对翠珠比较不好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这个花呢相对来讲比较柔弱，这个力度比较差啊，所以说比较容易沤烂。基本上这就是这个翠珠这种花的一个特点啊。对于这个翠珠来说啊，我们给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通风啊，因为看这个叶子比较嫩，完了呢花朵比较柔弱，如果长时间的套在这种塑料袋里不通风的话，
它就很容易烂。所以说通风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咱们在收拾这个翠珠前啊，先把这个水准备好。首先呢，这个花瓶啊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干净，用一点84啊或者二氧化氯啊这种杀菌剂啊，把花瓶彻底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建议啊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这样的话细菌会比较少。另外呢，因为这个翠珠是一个草本花材，所以说叶面高度不能太高，基本上在10厘米以下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然后咱们把这个花材整理一下啊，咱们用哪个瓶插，就先拿哪个瓶要比一下瓶口以下的部分啊，这些侧枝，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叶片，我们都要给它去掉啊。这些小叶子留一点没问题，但是大的叶片去掉，这样的话养分会更好的供给这个花苞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一个侧枝上有很多特别小的花苞，咱们把这个小的花苞呢尽量给它剪掉啊。多头花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小花苞无效花苞我们给剪掉，这样的话呢，它能更好的水养分会供给这个有效花苞啊。这种小花苞一般都是可以开的，但是这种特别小的咱们要给它剪掉。养花比较多的朋友可以准备几个这种小小的这种花瓶啊。其实一个小瓶也插一些这种侧枝，等它开放以后也是一个小小的景观啊。我觉得放在比如说梳妆台上什么之类的，都会感觉会很好。咱们把这花的瓶口以下的侧枝叶子基本上都去掉了啊。插瓶以前呢，咱们用清水啊，或者是用杀菌剂吧，把这个茎秆一定要冲洗一下，这些碎屑呀和这些叶子的碎片啊，一定要冲洗干净啊。然后呢，咱们每一枝花啊，斜剪跟45度，然后马上插到瓶里啊。单独插瓶的话啊，咱们这个花呢不要插得过高啊。瓶口以上的高度最好是不要高于这个瓶高。当然了，我们第一次可以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换水的话可以留下一些剪根的这个长度，但是最好是不要超过瓶子的高度，最好瓶口以上的长度大概是瓶子的2/3的高度会比较好。如果插得过高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吸水的困难啊。然后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翠珠的关键词是通风，它比较容易误烂，所以说呢，一个瓶也不要插的太多啊，就是花和花之间呢要留有一些空隙，保持通风。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花的花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翠珠呢，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啊，只要水不浑浊很清澈，茎秆没有出现这种泡烂的情况，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啊，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但是呢，翠珠是一种草本花材，所以说它的茎秆也是比较容易泡烂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水变得浑浊，甚至有异味，然后这个茎秆有这种泡烂的这种迹象，变色泡烂的这种迹象，我们一定要换水啊。换水的时候跟第一次添加是一样，清洗花瓶，重新兑保鲜剂，每一枝花的杆一定要重新用清水冲洗一下，把这个滑腻感冲洗干净，然后重新剪根儿。剪根儿的时候啊，我们要把有腐烂的部分要全部剪掉，一直到剪出新茬为止，然后再重新插到花瓶里。这样的话呢，能保持这个花呢相对来讲花期会比较长。另外呢，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更好的观赏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翠珠呢，它是一枝上很多头的，所以说它是依次开放的。如果我们发现已经开放的花已经枯萎了，这种时候我们可以齐根把这个开放的花剪掉，等待后开的花慢慢开放。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始终保持它整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呢，就是跟所有的花基本都是一样的啊，咱们要避免阳光直射，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放置在这个阴凉通风相对来讲环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可以能得到更好或者更长的花期。总的来讲啊，这个翠珠的花期是很长的，我们只要买花足够新鲜，养10天以上甚至半个月以上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在花材搭配上，我对翠珠这种花材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觉得翠珠呢，在形态来说可以作为一种线条类的花材来用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形态是非常婀娜的啊。同时呢，
这个翠珠的颜色比较浅，它一般是白色、浅粉色跟浅紫色。而且呢，这个花朵看起来啊很轻盈，所以说呢，这个翠珠啊看起来有一种这种春天的感觉，生机勃勃的感觉。同时呢，我觉得它这个浅色呢又是一种偏向于小清新的一种风格类型，而且对于田园啊、乡村啊这种自然风格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做这一类的花搭配的时候，翠珠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如果说啊，我们用块状花材插一个花的话，适当的加一些翠珠，会让这个花整体的层次更多，层次更丰富，而且呢，活力呢也会更多一些，不会那么死板。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把翠珠这个花养好。谢谢大家好，这里是招招花。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个大滨菊啊，这个大滨菊呢是春天的花啊。咱们在收到这个大滨菊的时候啊，一定要检查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花它的开放度是不是大。如果出现花瓣后杯或者说掉瓣的这种情况，我们是要找商家售后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包装内部的叶子啊，这个叶子如果黄化的非常严重，就非常黄，而且有这种脱落的现象，这种情况说明它放的时间比较长了。另一个是看它的根部啊，如果它的根部有腐烂、变质这种情况，叶片发黄而且有脱落的情况，我们要拍照找商家售后啊。另外呢，这个大滨菊呢吸水能力比较强，所以说我不建议这类的花啊，咱们长时间的做醒花处理。如果咱们收到的时候感觉这个花头比较下垂，茎秆比较软的话，要么就不拆掉让它外边的包装，要么呢我们就用硬纸把花头裹一下，剪根泡水，一般情况下啊3个小时左右就应该是能缓过来。它一旦缓过来以后，咱们就把外包装拆掉，正常平插就可以啊。这个滨菊呢是一个春季的花材，基本上它是从每年的4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6月份是这个滨菊上市的时候。等天气非常炎热以后，这个花慢慢的就没有，就不出了。秋天的时候呢也会有，但是不会太多啊。总之，这个滨菊是一个春天的花材啊。因为这个滨菊呢是一个草本的花材，所以说相对来讲啊，它就比较容易泡烂根儿。如果水量过多的话，或者一个瓶装太多的话，容易把这个根部泡烂，这样的话会影响它吸水。如果说关键词呢，咱们这个滨菊呢是2个字啊，杀菌，就是咱们一定要做好前期的这个所有的清洁工作，这样的话对它的花期是很有好处的。养这个滨菊呢，插瓶以前这个瓶子一定要用84消毒剂的溶剂啊，彻底清洗一下，2氧化氯也可以啊。清洗以后呢，我建议大家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可利鲜啊什么的都可以啊，花枝寿都可以。然后叶面高度不能太高啊，在这个花材吸饱水的情况下，10厘米以下的叶面高度就是没问题的。所以说水呢不要太多啊。如果我们插花的时候没有保鲜剂，我建议大家如果用自来水的话，可以增添一定比例的84或者2氧化氯这类的杀菌剂，这样的话呢可以抑制细菌的这个滋生，让花呢保持的时间更长。那咱们把这花整理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花呢有很多侧枝啊，所以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要把瓶口以下的这个叶片这种小的侧枝咱们要去掉。所以说咱们在插花以前都要先选择一个合适的花瓶哈。比如说你看这个高度，咱们就可以保留2个侧枝，保留2个侧枝以后呢，它整体的效果也比好很多。如果瓶度过高的话，咱们就把这侧枝都去掉，这样的话插出来不好看啊。过矮呢则会把这个杆儿过长，这样的话呢对花也没什么好处啊。所以咱们在处理花的时候啊，首先咱们比一下，就瓶口高度以下的这个叶子和这种一种小的侧枝，咱们都可以给它去掉啊。侧枝多了也会影响这个花材吸水，咱们可以保留1到2个侧枝，这样的话呢对花头的吸水是没有什么坏处的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好，咱们这个杆子就处理完了啊。咱们在插花以前啊，一定要用这个杆子用清水啊去给它冲洗干净。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这个2氧化氯或者84消毒液的溶剂浸泡个1-2分钟，这样的话对杀菌是有好处的。然后呢，咱们每一支哈斜剪根
然后马上插到这个瓶里就可以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啊，这种草本的花材呢，咱们一个瓶里啊不要插的太多啊，别让这个花和花之间留下空隙，这样的话呢，空气流动以后它不容易腐烂，所以一个瓶里插的花不能插的太多啊。这个大滨菊呢属于一种草本花材，它在养护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把前期的清洁工作做好，这样的话呢，水只要清澈不浑浊，茎秆没有泡烂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水变得浑浊了，或者说这个茎秆有泡烂的现象，我们要进行换水。换水的时候啊，首先咱们要把这个瓶子啊，就是重新清洗干净，然后呢，每一枝花茎秆冲洗干净以后，重新剪根，一定要把有腐烂的部分全部剪掉，直到露出这个新茬为止啊。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这个花啊更好的吸水。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花呢要避免阳光直射，要放在相对来讲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啊，就是保持空气流动，保持比较低的温度，那对这个花的花期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大滨菊呢，在草本花材里的花期还是可以的啊，比格桑花时间长，一般在1周左右都是没问题的，只要它新鲜度足够好，养护正确的话，1周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们在现场购买这个大滨菊的时候啊，要尽量买开放的朵数少、花苞多，像这种花苞都是可以开的啊，花苞比较多的，这样的话呢，它可能能保持更长的这个观赏时间啊。最后呢，我想说说我个人啊对这个大滨菊这个花的一些看法啊。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滨菊的姿态非常好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作为这种线条类的花材来用，你看它的姿态非常优美啊。另外呢，这个大滨菊我觉得自带一种乡村啊、田园啊、小清新啊，就这类的风格特点。所以我们在搭配这类的花材的时候呢，我觉得大滨菊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另外呢，这个大滨菊大家可能以前也看到过啊，我觉得这个大滨菊跟浅色系的花材搭配，比如说浅粉啊、浅紫啊、鹅黄啊、浅黄这种搭在一起，可能会有一种挺强的这个日韩的风格，也是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风格特点啊。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大滨菊养好。谢谢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呢跟大家说说这个大黑燕。这个大黑燕呢，我们收到以后啊，头冲下先抖一抖啊，看会不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掉瓣情况。如果说是大面积的掉瓣的情况，我们就要拍照找专家售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大黑燕的杆子、花头的部分、花剑的部分，它比较弱。如果说经过碰撞，它很容易断。如果说这一扎花出现比较多数量的花头折断的这种情况，属于机械损伤，我们也要拍照找这个商家进行售后啊。然后这大黑燕咱们拿回来以后啊，只要它不脱水，或者说是轻微脱水，我们就没必要做这个醒花的处理哈。因为大黑燕你长时间醒花以后，它会加速这个花的开放，从而减少这个花期。如果说我们收到这个花以后，觉得这个花瓣有点蔫萎，就是感觉没什么劲儿，茎秆有点软的话啊，一种方法咱们就不要拍掉这个外包装，也可以把这个外包装拍掉以后，茎秆对齐，用硬纸把花序的部分啊包裹一下，让它保持这个花是一个正直状态。剪根吸水，一般情况下2到3个小时就可以恢复的啊。就是泡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底下这个花和如果有花苞的话啊，都不要泡在水里，这样的话这个花就开不了了。如果说我们原包装是这种塑料包装的话，我建议最好换掉，最好用纸这类透气的这个东西去包，否则的话它捂的时间长了，它里边也会出现问题。这个大黑燕呢，质量最好的时候是在春季，春天的时候它的质量是最好的。但是大黑燕有一个问题哈，如果说这个大黑燕没有经过正规的这种采后处理，它是非常容易掉瓣的，它很快就掉到只能枯杆了。但是经过处理呢，一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然后大黑燕的茎秆一般是手指粗细比较多，在冬季的时候呢，它的杆子可能会很粗，有很多朋友说像莴笋哈。如果说很粗的时候，这个大黑的质量是不好的。一般情况下，有手指粗细的这种杆子，我觉得质量会比较好。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尽量选这种杆子比较细的，不要选那种粗杆花去买啊。这个大黑的关键词呢就是掉瓣。我建议大家啊，
在网购这个大飞燕的时候，要问一下客服，这个大飞燕有没有经过草药处理。如果经过草药处理后，它能活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草药处理的话，掉瓣会非常严重，很快这个花就不行了啊。我们在养这个大飞燕的时候啊，首先这个花皮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干净啊，建议大家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来养这个花。大飞燕呢也是一个草本，所以说呢这个茎秆也比较容易泡烂，所以说叶面高度不用太高，只要是这个花在吸饱水的前提下，一般保持在10厘米以下的水深就没有问题啊。好，咱们处理一下这个花。这个大飞燕呢，我们该怎么整理呢？我们要比一下瓶口以下的，不管是侧枝啊还是叶片啊，我们都要给它去除干净。然后呢，我们在插皮以前啊，一定要清水，把这个茎秆一定要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啊。然后呢，每一枝花45度啊，洗剪根以后，马上插到这个皮里。这个大飞燕呢，有一点要注意啊，如果说一个皮插的太多太紧的话，夹在里边花瓣就容易腐烂，所以说咱们花和花之间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保持通风，这样的话里边的花就不容易腐烂，而且呢花期会比较长啊。这个大飞燕后期的养护呢，这个水只要很浑浊清澈，这个茎秆没有出现这种泡烂的情况，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了，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了。这个大飞燕呢是自下而上开放的，所以说它下边的花会先开败。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整理的时候啊，如果发现这个开败的花，我们把下面的这根梗咱们都给它剪掉啊。如果叶子好，可以把叶子留下，但是这个花梗咱们要给剪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观赏效果啊。和绝大多数的花一样啊，这个大飞燕呢要避免阳光直射啊，就是远离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方。通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这个大飞燕的花期还是挺长的啊，只要买的时候不是特别开的话，1周以上，10天一般问题都不是很大。而且春天的时候正是养这个大飞燕的时候啊，冬季呢可能会颤着，有的时候可能花开不了，但是1周的花期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最后呢，我再说说我个人对这个大飞燕的一些看法吧。这个大飞燕呢是这种竖线条的串状花材，一般情况下这个大飞燕体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一般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单插一瓶也很好看啊，但是呢可以配合块状的或者散状的甚至线条的雾状的花来一块插花，一般情况作为搭建一个整体的构架和拉伸空间，提高这个作品高度的这个作用啊。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大飞燕具备一定的欧式风格的特点，它的花很紧密很茂密，就是这种大堆头的感觉。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大飞燕养好。现在这些花至少15天以上，康乃馨、百合啊、夜兰、栀子叶之类的，有15天以上。好，今天呢我就用这些简单的花给大家介绍一个另外一种固定花的方法。这是一个你看类似于水泥的花瓶儿，当时我看中它呢，我是因为感觉它有点工业化的气息，所以呢当时就想用这个插一些白绿颜色的花，所以当时买的时候是跟它用的。完了呢，因为这种花器它的表面很粗糙，所以说用打嗝法很难把胶带粘上，它粘容易掉，它不行。那怎么办呢？咱们用另外一种方法，叫做铁网法。这种呢我们叫做鸡笼网，把这种网子剪一块来，完了弄成一个弧形，完了放在这个花瓶里，完了倒上水啊，这是
保温剂啊，兑个保温剂啊。然后再把花往上插，这样的话呢，您看，试一下，这样花它就能相对位置上待得住，中间它就会待得住，就不会乱倒了。好，我们来拆一下啊。啊，刚才我没说啊，我再介绍一下啊。这个网子呢叫集中网，有2种用法。一般花店呢，比如说用花泥，比较小的花泥插比较多的花，它把花泥碎了，所以花泥外包一层集中网。那个对集中网的要求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我们这种集中网呢，它是要泡在水里的。所以说你要去采购的时候，你千万记得，你要跟商家说这个是泡在水里的，所以它不能掉色。有一种含铅比较多的容易掉色的，或者是塑料的也行，你能找到塑料的网格也行，基本上就是这种，跟打格法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这个网子的选择是有要求的。如果说用那种比如说价格很便宜的，完了还比较含铅比较多的，它泡完以后，它的水会变黑，会把那个花白色的花染黑，会这种情况啊。来，跟你们来插啊，先插叶子，一叶来啊。现在花插完了啊，大家看一下啊，如果没有这种铁网的支撑，这个角度的花是不可能有的，这个宽它肯定会倒。所以说这种铁网的方式呢，和打个方法套差不多，也是就是固定花材相对位置，就是相对固定啊，不能说100%像花泥一样确定那也不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个位置啊。行，大家看一下，我呢反正就是30剩了多少，剩了一些花，我用剩的这些花插这么一个，完了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铁网法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疫情的问题，完了花儿现在
市场都没开，所以说也买不着花，所以插的可能有点简陋啊，就请大家原谅。好，大家注意身体啊，在这边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风车果啊。我们收的这个风车果呢，有几个地方要检查一下。第一个是要捏一下这个花头哈。如果说这个花时间长了的话，就是新鲜度很差的话，你一捏它这个花头就会往上掉东西啊。如果说它很结实，摸起来没有出现这个稀里哗啦掉东西的情况，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下面这个叶子啊，尤其是这个包装包裹内的叶子，如果出现这种腐烂、变质、发黄这种情况呢，也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找这个商家进行售后啊，记得拍照。这个风车果呢，它是一种很轻盈的花盘，所以说它一般脱水的情况会比较少。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风车果是没有必要做这种醒花处理的。如果我们收到的时候感觉这个茎秆很软、很粘软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拆开这个包装啊，或者用硬纸包裹这个花头，剪下根深泡水，一般3个小时左右都是可以恢复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风车果呢，可以说是一枝多头的，或者说一个主枝上有很多侧枝，每个侧枝上都会长出这种果实来啊，所以它是一个多枝的花。我们可以把侧枝剪下来放到小瓶里插，主枝放在大花瓶，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这种欣赏效果啊。另外呢，这个风车果这个果实的这个水分含量很低，所以说这个风车果呢是可以做这种干燥花的啊。如果给这个风车果一个关键词呢，我觉得就是2个字啊，通风吧。因为呢，这个风车果呢，最后会变成这种干燥花，只有保持通风，水分呢能及时的挥发，这样的话呢，最后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干燥效果。如果说不通风挤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变烂，这样的话呢，干花的效果就会很差。所以这个通风是这个风车果的一个关键词啊。这个风车果呢是一个草本的花材，所以说相对来讲它的杆儿也是比较容易破烂的。我们在插花以前啊，一定要把这个花瓶彻底的清洗干净。建议大家呢用桶装水加保鲜剂来养这个花。草本花材的叶面高度不用太高啊，一般10厘米左右就没问题，或者低于10厘米也问题不大啊。然后咱们来处理一下这个花材啊。一般情况下啊，这个花呢，咱们要跟这个花瓶比一下，花瓶瓶口以下的部分咱们要给它剪掉，包括这种侧枝什么的都给它剪掉啊，只保持这个瓶口以上的这个高度啊。然后这些大的叶片咱们也要给它去掉啊。大家注意啊，在去除这个大的叶片的时候啊，这个风车果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去掉这个大叶片的话，如果向下撕的话，容易把这个茎秆的表皮撕坏。所以说，要么咱们用剪刀把这个侧枝或者说这个叶片剪掉。如果我们要用手扒的话啊，要从横方向扒，不要从下方向扒啊。另外呢，这种过小的花苞啊，我们最好给它剪掉，因为它后期它可能出现这种下垂的迹象，这样的话，从干燥花的角度来讲，它就感觉不是那么好。留一些较大的花苞，特别小的花苞我们要给它去掉啊，尽量多的把叶片去掉，只要上面留几片小叶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留太多的话，最后可能效果就会比较差啊。我把这个花都收拾完了啊，咱们这个主枝啊，长的归长的啊，这种短的归短的，这是侧枝啊，分别插枝就可以啊。咱们每枝花插枝以前呢，一定要用这个清水啊，把这个茎秆啊要冲洗干净啊。然后每一枝花呢，咱们斜眼根儿，然后马上插到这个瓶里啊。前面跟大家说过啊，这个风车果呢，最后可以作为干燥花来用，所以说咱们一个瓶里呢，不要插的太多啊，要留一些空间让它保持通风，这样的话呢，它干燥起来会比较快啊。然后这些侧枝呢，咱们就找一个相对来讲矮一点的花瓶插就可以了。
我这个花呢就插在瓶里了啊。首先呢，我们这种主枝的比较长的这种花啊，可以插在一个比较高的花瓶里。但是这种侧枝呢，就是小的这种侧枝，可以找一个相对比较矮的花瓶插，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在后期养护上呢，只要水不浑啊，这个茎秆没有泡烂这种情况下，咱们就不用换水啊，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啊，添加就可以。另外呢，跟大豆花是一样的啊，这个花咱们要避免这种阳光直射啊，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放在一个相对来讲啊温度比较低的通风的这种环境啊。前面跟大家说过，通风是很重要的，保持一个通风的环境呢，它干燥的会更好啊。咱们在新鲜的时候啊，咱们摸摸它的脑袋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花干燥了以后，咱们就尽量少去触摸的这个花头，因为你触摸这花头呢，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掉渣啊，所以说咱们就把它放在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干燥、比较通风的环境就可以。作为新鲜花来讲呢，这个风车果呢，它的花期应该在1周左右，但是呢，如果说它干燥以后，就可以养的时间更长，可能几个月都没问题，只要你环境比较干燥、比较通风，然后呢别老折腾它，就能养的时间更长。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个风车果插一瓶以后啊，它感觉有一种很强的这种田园乡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感觉，所以说它呢是一个自然风格的花材。从形态上来说呢，这个风车果是属于伞状花，它跟别的花材搭配的时候，主要是用在这种填空啊，或者一些小小的线条的这种感觉，可能用法会比较多。但是呢，我个人来讲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风车果单插一瓶，因为等它自然风干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干花去欣赏，可以欣赏很长时间。如果说这个花跟别的搭配的话，可能会出现别的花已经都开败了，但是这个花还可以看的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风车果来讲，比较好的搭配是咱们就单独插一瓶，先作为新鲜花来养，等过个4、5天以后，它完全干燥以后，就作为干花来养就可以了。好，那这个风车果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风车果养好。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以前呢，我们介绍过几种插花的小技巧，一个是花瓶打格法，还有一个是捆扎法。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花泥插花法。其实我本人不太建议家庭插花用花泥，因为花泥呢，它的吸水性没有放在花瓶的吸水性好，尤其是如果插的比较高的话，很容易脱水。所以说呢，我一般不太建议花泥插花法。如果家里用花的话，我更建议花瓶插花法。所以说我一般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是用花瓶插花，而不是用花泥插花。但是呢，花泥插花呢也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而且它的优点是可以很精准的控制每一枝花的位置和角度，这个用花瓶是比较难做到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花泥插一个小花篮，给大家演示一下花泥插花法应该怎么插。好，现在我们来实践一下。先准备个花泥啊，完了拿水泡上，把水滴进去，也带一张塑料纸。在花篮里，然后把多余的塑料纸剪掉。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小菊来插啊。它这花呢有2个要点，第一个是大朵的颜色深的插的比较低，小朵的颜色比较亮的插的比较高，然后是完全以放射的方式插啊。
把它剪成一小支一小支的啊。大的低一些，小的高一点啊。放射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太阳发出的光芒，它的每一枝花，最后你考虑它是不能有交叉的，最后的根儿，你可以想象一下每支根的延长线，它最后是汇聚到一起的，不能是平行的。你看它是往四面放射的。各种颜色的花都可以用啊。最后还可以做点小装饰啊。你想象着这是一个春天的花园，有蝴蝶在上面飞舞啊。好了，这花插完了啊。这是用花泥插的花啊。花泥插花呢，最大的优点是每一枝花的长短、高低、朝向、角度都可以很精确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放射型的插法，只有用花泥比较容易表现，所以这是花泥最大的优点。当然了，花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吸水性没有花瓶的吸水性好。如果插的比较高的话，那它可能保持时间比较短，而插的比较短的这种，而且如果用比如说
雏菊啊、康乃馨啊这类花期比较长的花，可能保持时间稍微长一点，相对长一点，大概有1周左右吧。如果经常浇水的话，啊，所以说呢，我不是太建议家庭插花用花泥插。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花啊，这个花呢是来自于一个古典造型，叫做千朵花，就是说缤纷的色彩，用放射型的插法，完了高低层次，全部用小碎花。所以说这个插法有点类似于那个古典造型，叫做千朵花。你看，高低它分成一层一层的哈，最低、次高、再高、最高，它用一层一层的花把这个空间填满。所以说呢，只有用花泥可能才能达到这个效果，用花瓶很难做到。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花泥插花法。好，就这样吧，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道士说花，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大花蕙兰啊。这个大花蕙兰拿回来以后啊，咱们首先要看2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杆儿，这个杆大家看一眼，应该是绿色的，很绿的绿色。如果这个杆的颜色变得很黄，甚至变成那种咖啡色，而且呢，这杆的表面没有那么光滑，它就会感觉有那种皱纹，就是缩水的萎缩的现象，就是很多皱纹一样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说明这个花是成问题的啊。另外一个我们要看一眼啊，这个花瓣应该是很完整很嫩的。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花的花瓣它有很严重的焦边或者发黑甚至萎缩这种情况下啊，说明这个花是养不长的。如果出现这2个情况啊，一个杆的情况，一个花的情况，我们应该拍照啊，找那个商家进行售后啊。这个大花蕙兰呢，一般情况下啊是不用醒花的。如果说你拿回来以后感觉这个花很软，杆子很软，挺不起来的话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花蕙兰剪一下根啊，整枝的泡在水里，大概有个3-4个小时吧，一般情况能恢复。但是这个大花蕙兰呢，如果有一次脱水很严重的话，即使你救过来，后期也是非常容易脱水的。所以说，尽量不要让这个大花蕙兰有严重脱水这种情况啊。国内市场上的大花蕙兰呢，基本上是2种啊，每年的大概5-6月份到11月份左右是进口的，质量很好啊，但是呢，相对来讲价格也比较高。其余的时间呢，一般是国产的，它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它质量呢相对差一点，就是比较容易脱水。所以说吸水这个花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大花蕙兰的花瓣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花瓣很厚，一般情况下水不容易积存，所以咱们可以适当的喷水。这个大花蕙兰呢，花期啊，相对别的花来讲啊，花期应该算是比较长的啊。那咱们这个大花蕙兰的关键词呢，我觉得就是吸水，怎么能让它更好的吸水，这是一个养好大花蕙兰的关键啊。这个大花蕙兰最大的问题是吸水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在用水上就要注意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皮儿啊彻底的清洗干净，清水也行，84消毒液的溶剂也可以啊。这个皮儿要彻底的清洗干净。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用桶装水，因为桶装水对花材的吸收是比较好的。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如果想加的话，荷兰可利鲜有一个 HVB， 因为这个是草本的，所以说 HVB 呢可能耐受比较差，可以用减半的 HVB 加一些用也可以。另外就是说，咱们这个瓶里的水位啊，它会高一点，大概15厘米到20厘米之间。这个杆子呢不容易泡烂啊，所以水面高一点问题不大。水面比较高，比较有利于这个花的吸水。这个大花蕙兰呢，在处理上很简单啊，它也没叶子，所以说相对来讲比较好处理。国产大花蕙兰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容易软茎，就是会弯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我们如果从网上买花，经常会有这种防撞杆啊，这种防撞杆就可以。我这个用那个绿胶带缠了一下，能好看一点。把这个防撞杆啊，就是挨着贴着这个花的这个主茎，然后用胶带把它缠一下啊，或者铁丝也行，就让它把它缠结实就可以了。好，我们用这个棍儿啊把这个缠结实，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软了，相对来讲它能挺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
其余的好办了啊，我们就每只斜剪一下根儿哈，然后马上放在那个水里。我们国产的蕙兰买回来以后，最好是加一根杆儿，这样的话它不容易翻啊。这个大花蕙兰呢，和其他的花材是一样的啊。咱们这个水只要没有出现这种浑浊变色的情况，杆儿没有泡烂，我们就无需换水啊。如果它水量不够的话，我们及时添加就可以。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大花蕙兰呢花朵很多，所以说它水分挥发比较快，这样的话吸水比较慢的话就容易脱水。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花瓣比较厚啊，水分一般不太容易积存，所以说咱们可以用这个雾状的水把这个花头啊喷一喷，增加一下湿度。这样的话呢，这个花能养的时间更长哈。同样的啊，这个大花蕙兰呢，不要阳光直射，要远离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的环境。这样的话呢，这个花能养的时间更长。只要这个大花蕙兰的新鲜程度好啊，我们养护正确的话，一般情况下它花期在10天以上是没问题的啊。如果说养得特别好的话，环境比较好，养到1个月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大花蕙兰呢，是一种竖线条的串状花材，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大花蕙兰总的来讲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插花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是把这个大花蕙兰作为主题花材来用，因为它的体量很大。好，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大花蕙兰养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咱们今天说一下这个鸢尾啊，也叫爱丽丝。这个爱丽丝呢是一个冬春季节的花，只有冬春季节才有，基本上它跟这个郁金香是同一个季节的花。咱们说到这个爱丽丝以后呢，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花的情况啊。首先呢，这个叶子啊，花的叶子和这个最上面2个应该说是花萼吧，就是包住这个花苞的这部分啊，应该是绿色的颜色。如果说这个颜色已经发黄、枯萎，甚至有点这种收缩的感觉，然后呢，花瓣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花瓣呢应该是一种很紧实、很规整的这种感觉。如果你收到花的话，这个花萼包括叶子啊发黄的比较厉害，萎缩的比较厉害，这个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收缩，就是粘尾。这种情况下啊，我们要当时拍照，马上找那个商家售后，因为这样的话呢，有可能这个鸢尾可能会吸不上水哈。这个鸢尾呢，吸水能力比较强，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开放速度比较快，它受环境影响很大啊。如果环境温度很高的话，它开放速度呢就会比较快。所以说这个鸢尾咱们的关键词呢就是低温啊，咱们就是尽量把鸢尾放在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的话能保持一个比较长的花期。这个鸢尾啊，因为它开放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咱们如果脱水情况不是很严重的话，咱们不要做醒花处理。如果说它比较软，花瓣比较软粘软的话，需要醒花处理的话，我们一定要用硬纸包裹一下这个花头，剪下根做醒花处理。一般情况下3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啊，恢复以后咱们就拿出来现插就可以。这个鸢尾呢是一种球根类花材。首先啊，这个花皮一定要用那个巴斯消毒液清水冲洗干净，彻底清洗干净杀菌啊。然后呢，加自来水也行，或者加桶装水也可以啊。咱们用通用型的或者是百合专用的保温剂都可以来养这个花。因为这个鸢尾的吸水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咱们叶面高度不要太高啊，基本上在10厘米以下，问题就不大。这个鸢尾呢，大家可以看到跟剑兰一样啊，它叶子比较多，所以说咱们要把叶子一定要清理干净啊，就把这叶子的根部一定要扒干净，尤其是进水的部分啊，一定要把这个叶子的根部扒干净啊，不要留这个根儿啊，不要留叶子的根部在里面。这个杆子叶子一定要扒到这种程度啊，就是叶子的根部啊一定要扒干净，不要留下叶片，否则的话就很容易泡烂。另外一个鸢尾有点像郁金香啊，所以说有时候会有泥，所以说咱们在插皮以前啊，一定要清水把这个杆子，尤其是没入水中的部分一定要清洗干净啊。咱们把这杆子冲洗干净以后啊，然后呢，因为它这个鸢尾的吸水能力比较强，咱们希望它吸水稍微慢一点，所以咱们可以平剪根啊，不用斜剪啊。咱们平剪根以后啊，马上放到水里。因为这个鸢尾呢，它这个花瓣啊就比较弱，而且它开出来的朵比较大，所以说咱们一个皮里不能插太多啊，要给这个花朵的开放啊留下一定的空间。这样的话呢，它开了以后会更好看。如果挤得太紧的话，花瓣和花瓣
有摩擦，会容易损伤这个花瓣。鸢尾跟所有的花基本都是一样的啊。咱们如果是水很清澈、很干净，这个杆没有泡烂的情况下，咱们就没有必要换水了。只在水减少的时候，咱们添加一些同样的保鲜剂就没问题。天天剪根儿对这个花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因为这个鸢尾呢，开放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咱们在它半开或者基本上开的情况，一定要想办法降低这个环境温度。这样的话呢，它花期呢可能会相对长一点。就是说呢，咱们一定要远离这个冷热源的这种出风口的位置，而且呢，不要阳光直晒啊，要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的地方，不要把它放在这种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啊，这样的话会严重的影响花期。这个鸢尾的花期确实是比较短的啊，跟环境温度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大概5到7天，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对于这个鸢尾来说呢，首先啊，它是一个块状的花材。有人说也可以说是这种异形的花材，因为开完以后像一个蝴蝶一样，不是那种圆圆的，所以说一般我们可以当做块状花材来用。另外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鸢尾啊开了以后，它会有一种那种贵族气质啊，就是感觉比较高贵的感觉。所以说咱俩搭配的时候呢，可以考虑把这个鸢尾做一种焦点花来用。就比如说我们插花的时候，把这个鸢尾花插完以后要高于其他的花，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体效果会比较好，像一个蝴蝶一样啊。好，那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把这个鸢尾花东倒西歪的，我不能把控的这个位置。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一会儿我再说这个优点啊，先看一下啊。你看啊，我先做了2个三角形哈。这个树枝呢，就是我去年剩的这个红蕊木，用什么都行啊，树枝也行，柳条硬些的就行啊，甚至路边上捡的树都没问题啊。就这么三角形，2个三角形，然后呢，这样啊，做成这种形式啊，然后再把它绑在一起啊。也不用特别规矩，只要是能待住就行，目的是为了控制那个花的位置。好，你看基本上差不多了啊。咱们这个中间的空比较大，咱们再用一些碎的枝，咱们把边上稍微就像鸟巢一样啊，就搭几个空，这样的话它能这个花能待得住啊，搭几个空，让它稍微密一点，这样的啊。好了，我用那个2个三角形连起来，完中间简单搭了几条哈，就是这种就是很随意的，不用搞得特别复杂，就是特别规整，无所谓，长点短点其实都无所谓啊。这样的话可能更自然一些啊。但是呢，因为我这个是红蕊木，最好是如果插白色的或者浅色系的话，最好是用绿色的这种杆子做这个架构啊。但是我这没有了，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这个红蕊木啊。然后呢，用3根铁丝儿啊，稍微粗一点铁丝儿，用铁丝儿把这架构连起来啊。看这样。就这样，这个架构就算成功了啊。架构说起来是很高大上的名字，但是其实，不是很难啊。只要大家能用啊，能对那个插花有用处就行了。你不用管它是不是高大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好用就行啊。好，咱们基本上把这个3个编成一股啊，要用粗一点铁丝儿，细的如果撑不住这个架子的话也不行啊，这样就可以啊。相对。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架构，咱们插花用这个插就行了啊。用这个架构呢，其实咱们用什么花都可以啊，无所谓啊，咱们随便啊。先插2枝小菊花啊。就是把这个杆儿跟这个铁丝连在一起就行啊，就这么简单的啊。最好是就是也是用螺旋的方式来弄啊。
这个是飞燕啊，蓝飞燕。就穿在这个格里，穿在这个格里就好了。其实穿在哪个具体穿在哪格无所谓啊。就穿在这个格里穿进去就行啊，手中握着就可以，很简单。有这个格以后呢，它这个花儿，大家看一下，这下花儿放在这格里，这样的话，它这个位置就可以固定了啊。你把随便插在这个格里，插在格里就可以了。看，这样花就能固定了啊。找着了，这上万了，这就啊，啊。我是法律有板材的，现在就是这压的。都是当时，哎，知道我那个老家有四个等于法律合作的啊。这北京这个
好吧，这花咱们打完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用了非常多种的花材啊，有块状的这种芍药啊，还有碎花这种小飞燕，树线条的大飞燕啊，还有包括这个格桑花、雏菊，还有小手球，用了很多种花材。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我做的时候是按每个架构这个格里做的，所以说它自然的就分开了。大家如果自己家里插花，我觉得就可以啊。但是我这个架构可能做的比较大，你可以做的稍微小一点，就不用这么多花，花会少一些。如果想便宜点的话啊，如果价格低一点的话，你可以先加一些绿色的叶子，把叶子先打满，然后再在这个叶子上面，加一些花就行了啊，那也可以啊。完了，这个花呢可以捆起来啊。再不说这个花不能换水吗？这个就能换啊。好，我把这长的那个杆剪一下，或者扔到这个瓶子里啊。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瓶口很小，咱们平时插花就不好插了。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把它并一下，并一下。好了，这个架构的花怎么做完了？可以看一下，就这种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呢有几点好处哈。这架构的好处呢是这样哈，第一呢，它可以比较好的把花和花之间的距离分开，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花的相对位置可以固定，就是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放在这个格里头，它肯定是偏前；放在后边格里偏后，所以它这个位置相对来讲比较好固定。第三个呢，这个架构可以重复使用，就是你今天这个花坏了不行了，你把它拆下来扔了，完了这个架构可以第二次接着用，所以可以重复利用，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环保。第四个呢，它比较方便，它做起来比较简单，大家也看到了啊，刚才我做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只要做一个这个可以循环的使用啊。完了呢，用这个架构的方式做的花束呢，就避免了那种不能换水的情况。咱们以前不是老说造型插好了，一般我们就不换水或怎么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花呢是按用花束来做的啊，所以说你看，你可以给它拿出来啊，拿出来剪根换水，直接再插进去。哎，这样的话就能达到那种换水的目的啊。最后呢，这种架构的方式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对花的长短没有特别要求。咱们一般插花瓶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个花根子都会插到底部，因为怕它吸不上水嘛。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根部不插到底在中间的话，它就会往下落，它最后的位置就变了。可是大家看一下哈，用这种方式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花很短，大家看一下哈。如果按这个长度，基本上用这么高的花瓶是不能用的。但是如果我用这种架构的方式以后，它捆在里面，我只要水的高度在这儿，就肯定能吸上水。所以说，它对花材的长短要求不是特别高。大家可以看到啊，看这小飞燕的杆很短啊，你看，风铃草的杆也很短。一般情况下，如果插这么高的花瓶，咱们可能用不上。但是呢，用这种架构的方式做完以后，一摆的话，大家看一下哈，它就完全能装上水了。因为它这个架构这个架子最后是架在瓶口的，所以说它这个花不会窜下去，这是很好的一点啊。好，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这个用这种简单用几根树枝啊做的一个简单的架构，用插花来用的啊。我觉得这对花艺水平要求不是很高，大家都可以来做，可以做来试试啊。那这个架构式的这种插花的方式呢，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再私信我或者下边留言问我啊。好，那这个架构方式先讲这么多。
希望大家能学会，能插出更好看的花。好，那就这样，谢谢大家。